这个非常痛快的奥格勒斯，哎呦，效果，想想，对，哎呦天哪！去你娘的！做 KO。像您说的，注意看，中国猛将实力简直太恐怖，上台犹如打鸡血那般亢奋英勇无畏，恐怖拳腿当场将2位世界冠军打报废，根本无法站立行走。如此恐怖的中国猛将，就是出生于山东辽宁的沧海一剑曹鲁健。曹鲁健是中国继任死神方便之后的又一位80公斤级散打扛把子。职业巅峰的曹鲁健甚至连续霸榜5年的山东散打锦标赛冠军头衔。恐怖的扫踢让他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，不少嚣张老外都曾被他踢废小腿，卧床不起。而且曹鲁健目前还保持着很高的比赛 KO 率。不少中国拳迷粉丝观看比赛，就是为了一睹曹鲁健的恐怖腿法。由此来看，曹鲁健是中国拳坛公认的外国克星。本次来华挑战的就是英国泰拳名将奥格勒斯。由于奥格勒斯本次的赞助商是美国拳坛，自然奥格勒斯野心勃勃，试图战胜曹鲁健，进一步的称霸中国拳坛。不过曹鲁健可不是观众们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好说话。今天奥格勒斯的出场，就代表又有一位老外被踢成残废，抬上担架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曹鲁健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曹鲁健，黑色短裤就是英国选手奥格勒斯。曹鲁健不愧是中国80公斤级最有话语权的散打猛将，一开场就对奥格勒斯施展各种刁钻腿法进攻，目的就是为了威慑对手，顺便争夺比赛点数。不过奥格勒斯今天可是有备而来，没有苦练腿法，怎么好意思在曹鲁健面前班门弄斧？于是擂台上的2位选手就开始了技术比拼，你一拳我一腿，谁都不肯让步。1.88米，哦，这个。你看曹鲁健这个力量非常足，对，连续的击腹拳。尽管是第一次来打这个昆仑决，但是他在以前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，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，那时候身高也就1.85米左右的，力量没有这么大，应该说打75，现在改成打80。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。要说还是曹鲁健的战术打法更为全能一些，2记爆杆拳精准无误命中奥格勒斯肋骨上，疼痛难忍的奥格勒斯轰然倒地，显然被打岔气了。裁判也开始对倒地选手开始口头读秒。好在奥格勒斯是一位综合素质过硬的选手，2记爆杆拳还无法做到将其 KO 送走。奥格勒斯经了抢夺，这内部的重击有可能会打岔气，然后就瞬间失去这个抵抗力。看曹鲁健能否扩大战果，连续的打得击腹拳，连续攻击肋部。现在这个成了对方的软肋，对，这成软肋了啊！就是软肋，这真是软肋，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。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住这个地方，但是很难。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格勒斯其实在泰国比赛里面他挺强悍的，他的那个扫腿动作。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。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.88米的，非常的高大，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。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，而且速度也是过人。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，又有速度又有力量。对，被击倒扣除分数的奥格勒斯也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于是开始加强自身攻势，持续逼近曹鲁健内围，试图用最短时间将失去的比赛点数给打回来。尽管被压制，曹鲁健也没有放弃进攻的脚步。既然奥格勒斯代表美国出战如此嚣张的踢馆，今天就要让其彻底昏睡在擂台上才算过瘾。我特别喜欢，我看这上勾拳，对，同样有风险的，因为80公斤有力量的，打出一拳就可能是生效。刚才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格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，然后下巴上。奥格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，但是呢，曹鲁健大开大合，并不给奥格勒斯机会。这很浪费体能的呀，曹鲁健。对，你看，右手上勾拳，你看没有？又打一个上勾拳。这倒计时还有10秒，对，双方能否有？非常漂亮，有点可惜了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曹鲁健的进攻攻势明显要比上回合强上不少，连续的腿法打得奥格勒斯嗷嗷惨叫。奥格勒斯容不得自己在中国大陆吃亏，还想出腿反抗，结果曹鲁健也是一个暴脾气的山东狠人。如果奥格勒斯还是不识好歹，不老老实实做人，那今天就让他品尝一下被踢断腿的滋味。这个时候，奥格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，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，也已经都红了。是的，现在曹鲁健
就地扫击完了之后，一定要加强你的后手的右手后手重拳的打击。打一个对大痛，对方在奥格勒斯，哇，太强了，简直是！这谁能想到曹鲁健还有地扫击有这样的杀伤力？这么杀伤力，出乎意料，这太选手才有的。此时此刻的奥格勒斯已经开始后悔来中国打比赛，坐在地上的奥格勒斯想要起身却无能为力，那是因为自己的一条腿已经彻底被踢报废。就是这样，曹鲁健很轻松地拿下当晚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踢断一条腿只是给奥格勒斯一点教训尝尝，否则真要把曹鲁健逼急了，今天就要将对手抬上担架才肯甘心。非常凶悍，太有潜力的选手，有潜力，想象力，对，既有拳法还有腿法。他唯一欠缺的，因为第一次来昆仑节，如果能前腿组合。然而，就当曹鲁健认为自己可以放假休息的时候，奥格勒斯的小弟新西兰小将丹尼尔连夜坐飞机向曹鲁健发起了挑战。今天不论如何都要为自己打大哥报仇雪恨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比赛奖金，参加世界擂台打比赛。先不谈丹尼尔能否为奥格勒斯报仇，单是身高体重，曹鲁健都比他强上不少。难不成这家伙也想体会断腿的滋味吗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去看比赛。曹鲁健依旧保持自己鸡血那般的恐怖打法，压制丹尼尔。然而，丹尼尔还准备跟曹鲁健保持中远距离打持久战。不过，曹鲁健可是名副其实的散打冠军，自然在远距离作战下可是能够轻松吊打外国选手。这下就相当于丹尼尔主动进入到了曹鲁健的强势位置，拼拳换脚。来自新西兰的选手，年龄33岁，身高1.85米，体重是85公斤。这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。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，年龄27岁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也是85公斤。现在打得非常耐心，而且呢，他那个视野呀和思路也比较的清晰。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。虽然对方啊，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，可是我们这中国选手年轻小将，他在比赛中确实打得还是步步为营啊，稳扎稳打。没有错。本次5战世界功，曹鲁健面对丹尼尔这位挑战者，并没有使出全力，目的就是为了看看丹尼尔有什么实力敢来中国挑战。毕竟快速 KO 结束战斗也不是观众们所想看到的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曹鲁健决定先让丹尼尔进攻，然后再寻找反击机会。只有激怒对手，才能更好的将其 KO 送走。对手，一个是呢直奔主题，再一个呢，他们还是这个。注重时效的打法，就是避实就虚，避重就轻。正所谓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，他们注重的是个有效的击打，有效率更高，就志在必得。没错，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， 大开大合，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。我们经常讲的在拳击中有个术语叫打电话。就是你拉开架子，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，就是我要做动作，我要打你了，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嘛，一个是动作很形象，再一个呢，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晰，就是宗之语。已经两个一模带形，带形必不赢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曹鲁健到现在为止已经将丹尼尔彻底激怒。1回合下来，丹尼尔非但没有拿到比赛点数，还被多次的重拳命中面部，颜面尽失。很显然，曹鲁健并不想轻易放过对手，还在持续猛攻，命中丹尼尔头部。不堪重负的丹尼尔就这样被曹鲁健一拳击倒在地。我给他读秒，再读秒，能否 KO 对手呢？那对方能不能够保持？因为现在只有2分钟啊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确实是非常难煎熬的这一关。现在没别的，就是狂轰滥炸，乘胜追击。对方也非常聪明，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。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，这个重击啊，谁难受谁知道。对，打在谁身上谁疼。就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，它是连续重击，所以呢，我想着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。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，我们看得到的。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要掌握好自己的个技术战术的节奏变化。对方现在非常聪明，马上跟你缠斗。这个时候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呢，打游动，打游击战，拉开，对，拉开距离，拉开这个角度。就像您说的，还是不能轻视对手。在这个技战术方面呢，要恰当的根据自己的特点来掌握战术变化。好，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非常应该说呢，这个比赛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
曹鲁健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曹鲁健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